完了完了！今天考试，今天穿越都来不及复习。不是吧？我真穿了，连 WiFi 都没有的年代。长歌公子，你终于醒了！今日是青云诗会、白鹿书院4大文家都到了，你若再不去，李家涵名额就要被取消了。诗会取消名额，我能不能取消参赛？公子，大勇以文立国，诗词可引天地文气，若能写出好诗，便可入书院，改命数，护家族；若写不出，寒门再难抬头。大庸世界，文道昌盛。诗不是纸上风雅，而是天地认可的力量。一句壮词可使山河共鸣，一首圣篇可护一城百姓。诗道分9品，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大竹文宗半圣诗圣。千年来无人再入诗圣之境，文坛逐渐被门第与名声遮住本心。许多寒门学子纵有才才，也难得一展胸怀。今日以志为题，诸位才俊可当场赋诗，文气高者入白鹿书院候选。我就是一个背书混分的现代人，你们这是让我来参加神仙面试啊！李长歌，听闻你也有寒门才名，今日可敢上台？公子，李家所有积蓄都换了这一次机会，若你退了，寒门便更被人看轻。李兄，以志为题，你有何惧？我这个人平时低调，不太喜欢出手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不是吧？背句诗真能开特效？此句不轻狂不自弃，是困境中仍信天命有用，人心有光，此乃励志之句。这些诗来自千年华夏文脉，不能拿来戏弄，更不能拿来炫耀。既然老天让我带着他们来到这里，那我就让每一句诗都活成光。从这一日开始，大庸王朝多了一个看似逗逼，实则赤诚的少年。他将以诗为灯，以文为剑，不辱诗词，不负人间。文庙久响，圣篇出现。李长歌，你究竟师曾何人？师承？我总不能说是9年义务教育吧？晚辈师承天地，偶得前贤文艺。既然李兄能写出京中之句，不如再以高楼远志为题，补一联。还来，你们古代人家世也太勤快了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此句不争名利，只劝人登高望远，心胸开阔，正是君子之志。李兄此句，我服。萧兄才学深厚，我只是今日运气好。李长歌入白鹿书院候选，3日后谋庙问名。公子，问庙问名要查文气根骨，若查出你没有多年修行痕迹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这怎么还带查户口的？文庙只问文心，不问出身，来历未明，不代表有过错。
文庙3日后问心，若你文心清正，便无人可违你。放心，我这人别的没有，心态特别好。问心，他不会问我数学考几分吧？读书不是为压人一头，而是为明理、立身、济世。公子，你这字很有个性。你懂什么？这叫现代抽象派书法。书不能卖，以后你来我这里读，我教你。这些诗既然能让人看到希望，那第一件事就先照亮身边的人吧。有才不骄，有名先助寒门。此人或许真能过文庙问心。李长歌，明日文庙问心，你可知何为文心？姑娘，你们古代人都不敲门的吗？你今日助人是为名声，还是真心？为名声的话，我应该让人敲锣打鼓，可惜我穷，锣都买不起。文气易得，文心难守。诗词能惊天动地，也能使人迷失于虚名。在我的故乡，诗词被很多人背诵，有人为考试，有人为热爱，也有人在失意时靠一句诗撑住。我以前没多认真，可来到这里才明，诗不是拿来写明白，是古人把人生走过一遍后留给后人的灯。这话你明日可敢对幼庙说？敢。就是能不能别问太深，我怕我一紧张说成脱口秀。诗是人在天地之间的真心，少年读它得志气，游子读它得乡情，百姓读它得安慰，国家读它得正气。若我有幸传诗，绝不以诗欺人，只愿以诗利人。李长歌，即日起你入白鹿书院，但入院第一课便是与100名学子同台论诗。100名学子同台论诗，我现在退学还来得及吗？这哪是上学，这是进了高配版文科天团。今日第一课，不比谁压过谁，只比谁能讲明诗中志向，题为登高。登高，这题熟啊！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此句有大气魄，却无傲慢心。登高不是为看低别人，而是为看远道路。李兄，如此气魄，你平日如何修心？早睡早起，多喝热水。此人倒真不像寻常天才。不好，旧卷失衡，学子困在诗境里了。不可强迫，诗境一碎，学子文心受损。我刚入学第1天，就从新生变消防员。旧卷记录的是前人残诗，意境破碎，困住人心。若能以完整诗意引导，便可让他们醒来。读书无用，寒门无路。这沉浸式体验也太真实了。别怕，路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走出来的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崖。上船！谁说寒门无路？你们眼前就是路。以诗救人比以诗扬名更难。李长歌，你今日上了真正的第一课。那我能不能申请少写一篇心得？失衡前，我看见这卷上写着4个字：文脉将断。
能不能换个轻松点的副本？我刚来，还没领新手礼包。3日后，书院举行民生诗课，所有新生走出书院，入街巷看百姓生活，再作一诗。李兄，可愿同行？你不会又想现场加持吧？我想看看，你眼中的诗为何总能动人。哥哥，读书真的能让人变好吗？能，不是让你看不起别人，而是让你更懂怎么把日子过亮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能见百姓辛苦，才配谈文道。若国有难，诗可何用？这题放现代，妥妥大作文。文道之用不在嘴上，而在人心。人心若散，再强的城墙也会动摇；人心若聚，风雨也可同渡。城外传来急报，不少运粮车被风雪困在山道，若不能及时接应，城中粮价必乱。书院已派人接粮，官府也开仓稳价，大家别抢，先让老人孩子领。安得广法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先给孩子。今日你答了文庙的问题，诗可安人心，也可见担当。诗不是替人活着，是让人有勇气好好活着。科举出世，我才刚穿越几天，怎么又要考试？我上辈子是不是欠卷子钱？公子，你诗才经世，区区出世一定不难。背诗和写策论是两回事，一个像唱歌，一个像修房子，光嗓门大没用。这比诗会累多了，差点把我脑子写冒烟。李兄，今日我明白了，才华若不落在实处，就只是空中楼阁。萧兄，你终于悟了，以后咱俩一个负责端庄，一个负责背活跃气氛。出世第一者，明日入宫面圣，答国策。入宫面圣，我这张嘴，平时连饭桌都容易说错话，现在要见皇帝。你便是李长歌，朕听闻你诗可动文庙，策可安寒门。陛下过奖，学生还在学习，属于成长型选手。若天下文风浮躁，人人争名，少有人问百姓疾苦，该如何正本正权？
先让读书人走出高阁，看田地，看水渠，看学堂，看百姓一日三餐，再让科举不是让人站得高后忘记脚下，闻道而是让人看得远后愿意俯身。少年之言是否太理想？理想若不落地，就是空话；可若因为难就不做，百姓便永远等不到。歇小无曹战献议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好一个一枝一叶总关情！李长歌，朕命你参与新学试行，先从城南义学开始。我只是来考试，怎么突然就业了？李公子，新学兼动旧规，你若做不好，不止你，寒门都会被质疑。说好的天下第一天才，怎么第一份工作是装修教室？读书不收钱，粥也不收钱，但有个条件，学会一个字就回家教给家里人。先生，读书能吃饱饭吗？读书不能立刻变出馒头，但能让你知道怎么种更好的田，怎么记账不被骗，怎么写信给远方亲人，也能让你在苦日子里有句诗撑着。你今日不像诗会上的天才，更像一位先生。别夸，我容易飘。论教？能不能不论？我怕一张嘴就把严肃场合变喜剧现场。李公子，读书贵在持久，你一时引孩子兴趣固然热闹，可热闹之后，如何让他们守住勤学之心？先生说的对，兴趣只是开门，勤学才是进屋。我今日来不是与您争高低，是想请您帮义学立规矩。那你认为何为好先生？好先生不是只让学生怕他，而是让学生多年后想起他，仍愿意把背挺直。先生教字，也教做人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教化如春雨，不急不躁，润物无声。好，老夫愿去义学，每巡授课。太好了，先生负责稳重，我负责把孩子逗醒。这大会危险吗？不危险，只是天下才俊都会看着你。那比危险还危险。我以前总觉得天才就是随便赢，现在才知道，能配得上好诗的人，也得一步一步把自己修好。你能这样想，便已经在成长。先生，你去大会不是一个人去，是带着我们城南的书生去。放心，先生别的不敢保证，气氛绝对不会冷场。请以少年志为题，作诗一首。久闻大庸闻道，今日愿请李公子赐教。
我来自北境苍云国，敬重大样诗文，今日比试，只为求学问高处。太好了，是友好交流，不是来砸场子的。写得好，画面感很强。李公子，请。少年易老学难成，一寸光阴不可轻。此句最适合少年，劝学而不压人，警醒而不责骂。此句，我愿带回苍云国，劝我族少年读书明理。好诗不该被关在一处，能让更多人变好，才是他的福气。你今日没有赢一个人，而是赢得了一份敬意。那能不能顺便赢顿饭？我紧张到现在还没吃。这题不能被背诗糊弄，是真要想办法。李长歌也有答不出的时候。不知道就问。名声不是逞强的地方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李兄此策，不只为大庸，也为苍云百姓。这才是策论之用。第3关，文心幻境。入境者将面对自己最怕之事。面对自己最怕之事，我最怕考试没饭吃，还有当众露馅儿，这幻境忙得过来吗？还好，这个我熟。你只是背别人的诗，你根本不是天才，你配得上这些诗吗？是，我不是这些诗的作者，我只是一个后来人，偶然记住了他们。那你凭什么用他们？后来人读诗、背诗、用诗，不是把前人的光说成自己的，而是让光继续照下去。我会敬畏他们，也会用行动配得上他们。愿以前贤诗心，照今世人间。问渠那得清世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他过了最难的一关，承认不足，仍愿向善，这便是文心。有水吗？我感觉刚写完800字检讨。李长歌任新学行走，巡讲3周。巡讲3周？我刚适应书院生活就要出差，有没有差料费？朕要你走出京城，看更多地方，也让更多人听见诗中的正气。欢迎可以简单点，先带我看水渠。饭什么时候都能吃，甜等不了。做什么？读书人能干这些粗活？读书不是为了手不沾泥，而是知道泥里长着饭。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别谢我，谢修渠的每一双手。李先生，隔壁黑石镇的学堂被人关了。学堂被关，谁干的？为什么？此事要依法处理，不可冲动。欠租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读书能当饭吃吗？赵员外，你家账本谁记？契约谁看？来往书信谁写？这些不都是读书之用？读书不是让孩子忘本，而是让他们更懂本分，更会生活，更能建设家乡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我孙子也能来听吗？学堂门开，人人可学。书架暴涨，书要是贵到买不起，读书就成了少数人的门票。先做2件事：第一，组织抄书；第二，开共享书架。共享书架？书院、旧学馆、义学各拿出一部分书，登记借据，按期归还。买不起书的孩子也能读到书。所以要教孩子爱书、护书。真正的珍惜，不是把书锁起来，而是让它被认真读过。读书不觉已春深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你把一件难事做成了大家都能参与的好事。群众路线永不过时。李长歌诗才惊人，必有秘法。寒门少年怎会忽然通圣篇？他的诗或许并非正道。流言这东西，越追着打越累。我们做正事，光自然会照见。若不澄清，可能影响心学。那就办一场公开课，让所有人来看我到底教什么。先生教我们读诗先学做人。先生说不可拿才华欺负人。我确有奇遇，也承蒙前贤诗意，但我从未把诗当私物。诗词之美，属于愿意敬畏它、学习它、践行它的人。若有人疑我，可以问我的课堂，问我做过的事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人心可见，流言自破。此次事关邦交体面，我当谨言慎行，少说些多余的话。你这性子能忍得住？尽量忍，忍不住就吟诗。边境百姓都想过安稳日子，诗文若只能让我们争一时高低，未免太小；若能让我们看见彼此的人间，才算有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
共婵娟。此剧愿天下人共好，不分远近，我等敬服。有此胸怀，方显大国文风。还好没嘴瓢。边境急报！大雪封路，两国商队被困。臣愿随队前往。遍地风雪艰险，你乃文道新秀，不必冒险。诗里写过风雪，也该去真正见一见风雪中的人。我现在承认，古代没有羽绒服是重大困难。人在冷的时候最容易害怕，害怕不是错，但不能让害怕变成伤害彼此的理由。先救老人孩子，再按人数分粮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离兄之诗，让风雪里也有春意。春意很好，但我还是想喝姜肠。按照经验，这种杯一般不是送奖励，就是出难题。人间之苦，非一时可尽解。但一时可醒一人，一人可行一善，善行多了，世道便会改变。诗不能替人吃饭，不能替人修路，不能替人耕田，但诗能让人不麻木，让人愿意伸手，让人相信善行值得。救人间苦的，不是纸上的字，是被字唤醒的人心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传说集齐3枚问心令，可开启文庙最高试炼。我就知道副本升级了。第1问已过，可第2问才是真正难处。少年，你的诗能动人，可你是否懂得沉默之诗？诗还有静音版？在这里，不需要你吟出惊天名句，你能做什么？先生，你今日没作诗，可大家都记得你。沉默之诗就是行动，最好的诗不一定出口，有时写在手上、脚下、汗水里。受教了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你明白了，诗与行。第3问在京城，他问的不是你能不能赢，而是你愿不愿意让别人也赢。愿不愿意让别人也赢？这话听着像团队合作题，但肯定没这么简单。你点燃了火，也要教众人如何守火。厉先生，您不怕别人超过您吗？哼，我一个人亮，不叫文道方盛，大家都亮，才是满天星河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第3问已过，
你愿众人同名，所以文庙认可你。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最终考试？师圣试炼3日后起。这题库也太大了吧！第1式才华，请以一师开海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何为才华？才华不是让人低头，而是让人看见更高处。若只为炫耀，才华会变成负担；若为开路，才华才有意义。第2式诱惑，若天下皆以名利请你，你如何守心？名声可以有，饭也要吃，但不能忘了诗为什么出发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第3式牺牲，若成诗圣，须忘记故乡，你可愿？古诗这么多，谁背得完啊？舍救我得圣位。不愿。如果要我忘记故乡，忘记那些教我读诗的人，忘记千年文脉从哪里来，那我就算成了诗圣，也只是空壳。我的诗心正来自故乡。你不怕失去圣位？怕，但我不能为了站上高处把来路丢了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不忘来路，方知归处。第3式通过。还好不是让我默写全文。最终涉炼，修补文脉裂痕。读书无用，诗只是权贵游戏。寒门无路，才华只为争名。若裂痕不补，大庸文气终会枯竭。你有圣篇万千，可愿以一己之力填补？又想让我一个人硬扛？不行。你不愿？不是不愿，是不能一个人的舞台。文派不是天下人共同的路。我请天下读书人共补文脉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你不独占盛名，反令众人同春，此为大文心。能不能发证书了？我快没蓝了。若天下再起兵争，你的诗能挡得住人心之怒吗？原来最难挡的不是倒兵，是人心里的怨。你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吗？不能。真正的解决不是让所有人立刻满意，而是让公道先站出来，让误会有路可解，让百姓不再被愤怒推着走。诗在此处何用？诗不能代替公正，但能让人愿意坐下来听公正。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
你知师之限，也知师之用，最终试炼通过。还好还好，没直接封顶，不然我怕后面剧情不好写。文庙不是否定你，而是提醒你，师圣不是称号，是一生之行。李长哥，你可有遗憾？没有。若师圣只是一个人的荣耀，我拿了也心虚；若师圣是一条路，我愿继续走。你为何不独掌心学？我怕累，也怕错，大家一起做，才走得远。这是真话，也是好话。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偷懒了？大概不能。文心印记竟是加班印记。心学推广太快，若只重民生，不重经典，恐使学风浅薄。诸位大人所忧有理，心学不是废旧学，而是让经典重新回到生活。孩子先识字明理，再读经典；学子先知民生艰难，再写华章。根扎得深，枝叶才高。老臣愿以旧学根基辅新学实践，二者不是敌人。若学子借新学之名轻慢先贤，如何处置？严惩。诗词文化必须敬畏，先贤不可轻慢。我们学诗是学他们的心，不是拿他们的名装点自己。古人学问无遗力，少壮功夫老始成。新旧并行，以敬畏为本，以实践为用。今天没吵架，真是文明进步。小何，心学不能只去热闹地方，越难的地方越要去。地方贫弱，恐怕难以办好心学。心学不怕简陋，怕的是不开始。先生，我家屋子没了，我还能读吗？越是风雨后，越要读。读书不是忘记苦，而是让你以后有办法减少这样的苦。竹杖芒靴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地图有误，若按旧法修，明年大水还会冲垮东段。可改修需要更多人力钱粮。我这是亲近土地。这么大工程能成吗？靠一个人不成，靠大家就有希望。今天我们修的不只是堤，也是明年的安心。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这次稳了。别谢我，谢工匠，谢百姓，谢每个扛沙袋的人。
下平野。我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，我们是把真实日子拿出来给大家学。这也算新学样板？我以前觉得诗在远方，现在我觉得诗也在修好的堤坝里，在大家一起吃的热饭里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新学的活水不是推翻旧学，而是让旧学流动起来，流到百姓需要的地方。别转了，先生要升天了！拓跋云被扣。汤云国内也有反对同商新学之人，此事复杂，不可鲁莽。臣请为使，带文书入苍云，讲明利害，争取和平解决。两国百姓刚看到希望，不能让误会重新盖住路。大庸新学是否想以诗文改变我苍云传统？不是改变你们，而是彼此学习。草原长歌有豪情，大庸诗词有滋润。文化相遇，不该是谁压过谁，而是互相照亮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相隔千里的人也能共享一轮明月。两国传统不同，但百姓盼安宁的心相同。李兄，又欠你一次。不用欠，回头请我吃你们那边最好吃的。为两国少年写劝学序，这相当于跨国公开作文，写不好会被两边老师同时批改。李先生，我们学大庸诗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歌？不会。真正好的学习，是让你更懂自己的来处，也更能理解别人的美。少年读书，当明本土之根，也开天下之眼；当敬自己的山河，也敬别人的风月。以学问修身，以真诚交友，以勤勉兴家国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这条路若走成，后人会少许多误会。那就让后人吐槽我们字写的丑，但别吐槽我们没努力。新学兴起后，许多人急于成名，模仿你的诗路，却忘了根本，文气浮躁，石碑市井。诗不怕小，怕假。写山河可以伟大，写一碗热粥也可以真诚。文道若只追名，就会失去心。你把评判从名声拉回了真心。希望大家别再把我当速成教程，我本人都没速成明白。谁胜李长歌，谁便是新一代诗
什么时候变成副本 BOSS 了？你也不参加，外界会说你怯战；你若参加，有可能助长争名之风。诗魁战不应只比个人名次，今年改为3项：诗才、民生、教化。参赛者不仅要作诗，还要完成一件有益百姓的小事，并教会1名孩童读懂诗意。诗魁战为何要做杂事？若诗只能站在台上发光，却照不到台下的人，那光太窄。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此诗不必秋凉，却见向上之心。他要堂堂正正赢一次。李先生，我敬你，但我也想证明，后来者可以胜过前人。好，这话我爱听。闻道就该有人往前冲。你不怕叶之威赢你？怕呀，但如果他赢，是百姓也赢，那我输得很高兴。先生，你真不执着天下第一？以前可能想过，可后来发现，天下第一若只是一个人站在最高处，挺冷的。不如让更多人走上来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敢救人。那我会努力成为后浪。先生，你们读书人说的好听，干活就不行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如你，但你这么能干，若会记账，会看契约，就不会被人少算工钱。诗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，有时候它就是你累了以后，告诉你还能再走一步的话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先生，我不想当大官，我只想让娘不再被人骗。这样读书可以吗？太可以了，这就是很好的读书理由。我愿学字，护我家人。没有第一，何来激励？我曾想赢先生，可这一路我明白，文道不是只为踩过谁。若称号让大家只盯着一人，不如改成天下文心榜，记录每个人的贡献。好家伙，你比我还会升华。但不光是唯一的光，我们可以保留诗魁荣誉，同时相设文心榜，表彰诗才、民生、教育3类贡献。那今年诗魁，你2人谁当？2人同分，需按旧例加菜。臣愿与叶之威共同列名，不是并列敷衍，而是告诉天下，前行之路从不只容一人。愿与李先生共勉。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春色不是一枝独有，文道之春
也该让万枝同开。苍云内乱，边事危机。苍云使团见弃于国位。此次不是诗会，而是真正的国事风波。臣明白，所以更要谨慎。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。这场合要是说错一个字，历史书都得记我。说真心话。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愿两国少年读书时，不必先学仇恨；愿两国商旅上路时，不必担心误会；愿诗文成为桥，不成为墙。这次不只是救了一场会谈，是救了很多普通人的日子。京城急报，本苗请李长庚回京，完成最终封赏评议。公子，你不紧张了？紧张啊，但我已经知道，封不封都要继续做事。第一问，你以何立身？以敬畏立身，敬畏诗词，敬畏先贤，也敬畏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。第二问，你以何用才？以济世用才。才华不是炫耀的灯笼，而是照路的火把。第三问，你以何传世？不以我一人传世，愿以心学、易学共享书架，编饰学堂，让更多人读书明理。若后人只记得李长歌，却忘了人人可学，人人可善，那便不是我想要的传世。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最后一问，若丰盛许你永留文庙，不再入人间，你可愿？我不愿。文苗很高，但我还想去低处，去课堂，去田埂，去堤坝，去边室，去孩子们第一次写字的桌前。若诗圣只能坐在高台上，那我宁可做一个行走在人间的教书先生。你不惜失去封号，封号是别人给的，路是自己走的。若我离开人间，诗就离人太远了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李长歌不封庙中圣，封人间诗师。诗师听起来也要加班。
晚辈李长歌乘师而来，不敢忘本。第一，读诗先敬诗；第二，解诗先知人；第三，用诗必尝善；第四，才华不可欺人；第五，学问当落人间。先生，那我以后也能教别人吗？当然，会一个字教一个字，懂一句诗传一句诗。传承不是等你完美，而是从你愿意开始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请李长歌写下属于自己的第一首诗。写下属于自己的第一首诗。我最怕原创作业。你已经走过这么多路，心中一定有自己的话。太重了，删掉。借得千年月，来照万家灯。不求云上坐，但愿路边明。这就是你，不是最高，却最真。我这水平，放诗会能及格吗？能照亮人心，便已及格。3年内，让36州皆有易学书生。3年，36州，皆有易学书生。这是教育工程，不是旅游打卡。你们不是去显摆才学，是去点灯。灯有大有小，只要亮，就有意义。不懂可以学，不会可以问，最怕的是为了面子假装全懂。先生的第一课是诚实。3更灯火，5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属下。雪婷当然好，可孩子们已经等了很多年。我现在特别敬佩所有边塞诗人，写诗前还得先扛冻。先生，山这么高，我们读书能走出去吗？能走出去，也能走回来。读书不是让你嫌弃家乡，而是让你有能力把家乡变好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更上一层楼。今年雪大，可村里第一次觉得不冷。